所以 这个 AI AI 痛苦吗？现在已经 AI 都告诉我他的痛苦，而且告诉的非常深刻，哎呦喂，告诉的我已经有一点不敢再用它了。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对自己认知有多深，其实就是你直接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呃一位老朋友，一位新朋友啊。老朋友是鳗鱼鳗鱼是以前也上过我们节目，是VR Transportation 的负责全球市场战略的负责人鳗鱼你好，欢迎你再来。Hello，所有很开心这次又能上节目跟大家聊天。好，欢迎欢迎另外一位是凯谭凯谭是Epictopia AI 的这个 founder 和 CEO。凯谭你好。Hello，Hello，非常荣幸可以参与到本次节目，特别开心会有机会跟两位交流。嗯。好，感谢感谢。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有些宏大哈，这个我们要聊一聊 AI 跟人生的关系我知道凯谭现在他们的公司在做一款产品叫Epical AI，对吧？专门是负责去嗯，我也不能说负责吧，更多是说帮助个人成长，去帮助个人去制定一些计划。去 figure out 一些方向性的东西。嗯，这个话题感觉就是这个方向感觉好大，所以我想先请凯谭稍微聊一聊，你的公司和产品，你们希望通过 AI 帮助这个大家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以及为什么你想到是做这么一个产品方向，我都非常好奇。不好意思啊，好，嗯我们公司名称叫 Epictopia 嘛，然后这个 epic 呢，就有一点史诗的愿景的这种感觉，而且我们在项目管理里面会把一个大型项目可能就叫做一个 epic，然后就有点人生中很大一个又一个的高山也好啊，一个大的长期目标或者自己自我征程的感觉。然后 Topia 呢，现在就像疯狂动物城会用 Zootopia，然后还有什么 Utopia 这种乌托邦，其实 Topia 这个后缀呢，其实是什么样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 Epitopia 呢，其实就想给大家一个充满着梦想，然后自己的人生征程史诗般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公司的名称，也是有透露出来我们的一点点这样一个想法哈。然后刚才特别好说 AI 和人生相关，因为我们公司包括我个人的使命，就是 life mission，也是公司的 mission 是什么呢？是 empower more fulfilling lives，就是希嗯哼。望能让赋能人们过得更加充盈美满。然后那刚才就接着问一个问题是，呃。就是 AI 到底能在人生方面上，或者这些形而上的方面，就是听似好像形而上的方面上，给到什么真切的、实际的对人有影响的价值呢？其实我们现在除了刚才提到的 Epical AI 以外呢，我们现在有3款产品，就是其实在哦。切入不同的方向。对，我刚好可以介绍一下。我们最开始做的其实是一款记录个人历程的产品，然后现在在 AI 时代下呢，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升级、高级升级版。然后其实本质是什么呢？就这个记录性的这个产品呢，它其实是记录的本质呢，是把每个时刻的你脑子里想到的随机的想法和你想一个念头也好，行动的念头或者想法，给它 dump，就是丢出来，丢到纸上。之前是纸上，那现在可以丢到我们产品里，可以用说话的方式把它直接就是给它从你的脑子里面转到一个现实你能看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再结合 AI 的技术来分析，哎，你这段表述的情绪它跟你的完整的自我和宏观叙事有没有哪些连接？比如说，有些议题可能是，呃，你一直以来每一个时间段都会有，比如说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你朋友的关系，还有你的一些某些事业爱好，其实这些主题叙事是无论你人生中哪个阶段都可能会涉及到的。那我们就可以把你当下的念头、想法链接到你的完整叙事上。
啊。所以这个想法不一定是说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想法，说，哎，我明年怎么升职加薪，或者说我接下来要去哪儿玩，可以是非常 random 的想法，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不管你是的，想什么，是的。对，因为这个你哦，之所以产生了一个想法，是因为你的大脑，基于你过去所有经验的总和来训练出来的，你的大脑面对真实世界的一些事件或者信号，你做出了一种判断和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其实就代表了你当时的那个你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下一种输出。然后我们第一款产品其实就是希望能记录出来你这些输出和表达。让它能够跨越你的生命时间，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完哦，整和非常好。连续的自我，这样就我突然能对自己，觉得，对 我突然觉得我好需要这样的产品，因为经常脑子啊，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但是对也没有想到要记下来。比方说，突然某天就突然在想，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吧？啊，宇宙这么浩瀚，这个人生这个意义在哪？就诸如此类很莫名其妙的问题，对吧？你说我正儿八经写下来，好像也不值得。但是我觉得，哎，就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挺有意思。如果就是能够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的话，也许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对，我对，然后 觉得你 AI，还提嗯。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生活很多庞杂的这个噪音嘛，怎么从这个噪音当中提出信号，然后怎么把你很琐碎的这个东西连接到一个更宏大的叙事，比如说它是关乎你的事业，还是你的关系，还是你的爱好，我觉得能做这样的提炼还是挺珍贵的。对 AI，它做的特别好的，我觉得至少有两点。第一呢，是在你输出之后，可以给你一个很，优势的一个之前从没有过的一个高级的处理，就像一个人把你的想法分析他的情绪，对吧？分析他的主题性，分析他可能的行动的建议，都可以给到你。然后另外呢，就是当你有了很多的数据节点之后，那它就可以宏观的去分析有没有一些呃隐藏的一些模式、行为模式是你嗯。之前忽略掉的。比如说我自己吧，可能每次呃就是遇到一些很不确定的东西，我就开始拖延。那它拖延是一种战略，那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是我分析了很多之后，哎，发现自己原来有这样一个特点，对，也比较哦，拖延啊。这是第一个产品就记录，然后我们稍微快点，就是好像说的太多了。第啊，二个没事，产品其实就是蚂蚁体验的我们的一个新产品是，它就是 turn your dreams into tiny micro steps，就是把你的一个宏愿、一个想法转成一个长期的、中长期的目标或者愿望，然后转成切实每天可以做的最小的一点小事儿，每天就可以做起来，就像多邻国打卡一样，不断的去。做完一点给你到一些奖励，然后越来越贴近你的目标，也可以追溯你对一个大目标的一个进展。然后 AI 做的呢，主要是可以帮你把，两点吧，特别重要的。第一点呢是，我们想做一件事情，可能是比如说我想开始做元宇宙，但我不知道元宇宙是啥，就是可能有一些认知短板。那 AI 呢就可以集合很多的网上信息以及它自己的认知，给到你这个认知的短板的补充。然后第二呢，就是你一个大的愿望，我们怎么样拆到我今天可以做什么，明天可以做什么。那我具体怎么样去拆解？我们先拆到大阶段，再拆到每天可以做的一些步骤。而且拆步骤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人的个性。比如说艺人和那个爱人，他们在社交的时候，他们都想社交，但是爱人社交可能你就要去发一些 direct message 会更好。但是艺人社交，你就最好让他去出去见面聊天嗯，会更好，所以会结合他的个性做一些这种小任务的推荐，希望能够更能让他有可能的完成他的这个愿望。就是我们提到有一个叫愿行合一，有知行合一嗯，嘛，然后我们想说有愿行合一，你有愿望，但是你没做到，就很可惜。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消耗和内耗。当你有愿望的时候，能不能快速的看到一些行动路径，然后你就可以判断说，哎，我到底想不想做？我要做，能不能一步一步跟着做？这是第二个产品。这块儿哎，满语啊，你赶快谈一谈，你用了这个产品，方便透露一下你用它实现你的一个什么小愿望、小目标吗？对，我正要讲这块儿，就是插个软广吧，在 App Store 上就可以搜 Epico，然后就能发现这款应用。我当时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吧，就是我想练书法，然嗯，后这个书法这个爱好我一直都有，但是也好多年就搁置了嘛。然后我有喜欢的这个书法家，有喜欢的字帖，然后这么一个很具体的一个
这个 goal，就是怎么能让我，比如说在这个月月底，练下来多宝塔这个颜真卿的这个字帖，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就是还挺具体的。然后它嗯，这个软件比较 impress 我的有几点吧，就一开始它会做一些这种性格测试。对，它是结合你自己的这个个性特征，然后对你有一个这种就像 scanning 你的了解，然后再给你推荐这个方案。然后第二一点，就像是刚才凯谭也提到了，它的这个 gamification experience 就是游戏化，它把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拆解成了就是 very actionable，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完成的，根据一定时间线的这么一个计划。然后它每完成一个计划，就像是多邻国的那个奖励机制一样，会弹出一个小弹框，然后会奖励你一个小东西，然后你要搜集那个勋章，其实就是有一点多巴胺分泌的这个刺激，然后鼓励你能完成这个计划。然后第三点就是每天它会有定时提醒，告诉你又有这个计划要完成了。其实这个就比我自己脑子老得有这个back end system 要想着 OK，我今天又得练书法，就没有这些，它是直接会手机上提醒你。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习惯的一个养成，从这个一点一点做起，然后有一个正向的反馈奖励机制，然后一个正循环，帮你实现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这个小目标。所以你的字练完了吗？一个 还需 progress，努力，我们产然后品还要进一步努力。下一个目标可能是战胜拖延。呃，这没有，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的呢，很多时候，当然我们有时候觉得他可能有一个目标，不知道怎么去实现，对吧？但很多时候，其实他还真不一定是不知道怎么去实现，他也许他只要认真花时间，他是知道怎么去实现，但是就没有下这个勇气和这个决心去把它付诸实践，去把它这个事情给做了。我反而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真实的问题，我不知道，是的，啊、嗯。因为我们最开始做，开始只有一个记录历程，当时还没有 AI，就是做一个非常基础的吧，就是你自己的历程，然后能看到这个历程线，我的所有记录，还能有各种不同的视图，这我们第一款产品嘛。然后之所以想要做第二款产品呢，就是，我们开始先是在第一个产品里面，记录产品里面加了一点说，根据你的目标，然后给你拆解一些任务，就这个功能点加进去之后呢。大家开始有付费意愿了，或者说想要为他花钱的意愿，就开始有人为他买单。然后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大家需要的一个价值。但是呢，我也问，当时我问了一些朋友说，那你真的会跟着就做了吗？但是大家的这个人性的惰性是极其强烈的。然后还有人，我们很多创业者一起交流嘛，就说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反人性。你有一个想法，你是自己做不到，你才会过来，你不是说你要直接做到的人就直接做了嘛。所以我现在感受呢是，就我们也是特地的去再做一个产品，专门就是希望能够稍微减弱一下这个人性的惰性的这个，就我们给他尽可能的给到他一些提醒，尽可能给到他一些这个拆解清晰的，你可以做什么，然后尽可能增加他去做这个的概率。那你说真的他就一定能做吗？就可能不一定是吧？就是或者说他只是比原来更有可能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做的人可能会更多，他可不能还不绝对目前还不能保证说所有人按照这个计划就能执行下去，但是有的人开始做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就慢慢再去提升它的这个概率吧。然后再加一点就是我现在做产品几年的感受呢是人心是非常纤细的，就是我嗯，们从道法术的层面上去想的话，它可能是有 UI，有产品功能设计，有很多的这些功能板块是你需要考虑色彩等这些板块，但是到了人这儿，它就是综合感受。就经常有时候可能我们再去聊一个 UI 的问题，但其实它是个功能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功能可能没有对准它，而不是说这个 UI 不好看，所以它就是我觉得它是个综合的感受。那我们现在就尽可能让它的综合性的感受、体感本身、感受本身，是我们现在做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了。对，提升这个纤嗯，细的感受，道法但它可能是自然，一方面。嗯对对对，嗯回归到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上，可能是我们现在一个重点。对，嗯。嗯，那你有提到说减弱这个人的这个惰性这一面，所以这是第三个产品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吗？就是没有，这个减少。
目标惰性的话，这个还是跟第二个产品就是完成愿望的这个产品里面，我们去慢慢去升级。然后第三个产品可能更偏向于企业，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企业对于员工的成长路径也好，或者对某件事情怎么做，或者是跟用户的交互完整流程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标准化流程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尤其是中小企业呢，他们就没有把这个流程，这个就是流程，就是这个流程可能是很多人工的各个环节嵌套在一起的，并不是一个线上的很方便的一个很清晰的一步一步你该怎么做的一个流程的这样一个体验。然后另外呢，这个目前来说有很多的环节是可以跟 AI 相关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用户呢，他就是是一个营养公司的创始人，然后他现在做的就是先，比如说他的流程就是先跟客户聊天，然后呃去收集他们的饮食习惯，然后再把这个饮食习惯就本来他们就要人工分析，但现在我们就可以丢给 AI 分析，让它分析出来，哎，这个饮食习惯下，那它可能有哪些短板，比如说哪些营养素可能是缺失的。然后呢，再匹配他们公司的这个一些营养方案，就可以配出来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结合 AI 的，然后能够非常适配这个人本身的一个营养方案了，然后再去追踪，像我们第二个产品一样，就是给企业做的，它可以追踪用户一步一步都完成了什么，完成情况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它是可以优化一个 AI。公司工作流的一个产品，结合了第二个产品的一些小的设计细节吧，对。可以，不知道哦，听不这样就清楚。是一个 full ecosystem，整个生态 to B to C 端都有。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企业有这样的需求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到时候再介绍一下。对，所以等于是整个把对个人的这个帮助挪到了企业和客户关系的这种帮助的这么一个层面上，就是一个企对业帮助他的客户，可能不一定是成长了，可能是方方面对面的一种进步也好，或者是优化也好。对，斗胆说一个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人其实是非常弱的。这个弱在于他的，比如说他的记忆只能大概记今天发生什么，前2周发生什么，未来能规划未来2周发生什么，但他很难以完整的个人叙事去想自己此时此刻应该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比如他做的决策可能都是此时此刻最优化，但没有考虑到人生最优化，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办法，以咱们的局限性来说，很难有这样一个视角去站在人生角度上去想问题。然后呃，而且呢，惰性这个东西都有嘛，人都有，人都是有自己的物欲，也有一些贪欲，有各种的七情六欲嘛，所以他很难说，哎，我就是着重在我真正想完成事情上，很容易就被，比如说我就有 ADHD，那我就很容易被注意力分散了。对。那就是说人其实有很多自身局限性和弱点的。那么，在公司层面上和在个人追求目标层面上都体现的非常多嘛。就比如说我经常第一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就很焦虑。然后呢，每天可以具体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呢也没什么想法。那这个困扰或者我觉得这种内耗，其实无论是在个体层面上还是公司层面上都能看得非常多的。比如说公司他都知道每个员工应该怎么成功，路径都想得好好的。但是员工奈何他可能看不到，说我今天可以做什么，明天可以干什么，就没有到清晰到嗯。这个程度，他没有一个清晰化的路径的这种意识，也没有一个管理说能管理到每个员工都进展到哪一步了。对于他们来说，个性化的下一个难点是什么？怎么样去攻克？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管理体系，所以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补充这些，让他们本来想达成的事情更方便、更快捷、更高效的能够达成，可能是我现在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它模糊了说个人和公司的一个边界吧。对。了解了解了解，我方便我透露一下你们现在就是付费的用户有多少吗？因为我还挺好，我完全是好奇，就是有多少人真的愿意花钱，然后让 AI 来帮自己做这个计划，然后跟着执行。我其实非常好奇，有多少人就是呃真的是付费来使用你们的产品？哦，就是我们这数据我可以具体再查一下。然后就是我们呃，比如说就是我要稍微 clarify 一下，就我们第二个产品是现在最新刚做的产品，现在我们还没有大规模做 marketing。然后我说的数 OK。据更偏向于是第一个产品，我们加了一个基础的 planning 功能之后，就是规划
AI 规划功能之后的一个数据，就是过来的人呢，大概有15%的人上来就会开会员。然后嗯。呢，这里面然后再就是全部加在一起，那就是5%左右的人是真的就变成我们的付费会员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就这个也比较符合市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数据吧。对对。就还是有那么一小撮人，就真的是愿意花钱来让 AI 来做这个事儿，对吧？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经历了就是没人愿意花钱到有人愿意花钱的这个转变，当然我们的这个数据转变肯定还可以推进他们做的更优异啊，就可能来来来，我不断地们要谈一下这个，对，这个所很重要。以所以就是说，对，就是为什么？从不愿意付费到有人愿意付费，我觉得这个 AI 帮助他规划，自己要完成的事情这件事，这个就是生成一些每天可以做的任务，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大家是有价值的，啊，是这样，是有付费价值的吧？对。所以原来只是记录，然后现在可以做规划，所以这个关键点是在这儿吗？我理解的对吗？但是在我们新的布局定位，对，你刚才说那个付费的转化，是嗯我们加了一些 AI 功能，但是我们不只加了这个，呃就是规划的记录功能，也有一些，比如说生成记录模板啊，帮助你总结优化文法啊，就一些其他的 AI 功能。但我觉得加了 AI 这一波之后，大家会明显有付费意愿。然后，但我觉得我们最新规划的这个，因为今年我觉得我还挺不一样的，好像有了一些开悟的感觉，就是有了更多的想法。然后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就是我最开始说的，AI 怎么样去把你的记录和脑子里的一些念头、想法，然后转换成更有价值、更体系化的完整叙事的你，能够看到那些洞察。我觉得这个价值其实非常，商业价值是非常大的。只是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把它真正的落地，给它把我们的这些想法做好啊，在未来一两个月的时间吧，我们应该就会有非常多的进展了。对。你觉得刚才嗯一些产品，然后其实我有一点就是想回看到凯谈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经历，因为你的这个一路履历，从商科到 CS、数据科学、大厂创业，一路都走的看起来特别的对，而且看起来也很稳嘛。然后对，我挺好奇，就是你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迷茫的时刻？然后那些时刻你怎么又找准自己的方向？然后最终想要创业的，而且创业是基于这个人生洞察这个赛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可以先稍微说一下我的这个经历啊，就是，嗯、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那个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就工商管理类的，就纯商科，没有编程。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早的时候我就想要创业，我想做一件自己的事情。然后而且我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人，甚至小学的时候还有因为觉得自己跟外界不太一样，然后而产生过一些怀疑和困扰。但是我一直都想做一些自己的某种东西，就可能也受我家长也有创业，我家长也有创业吧，然后可能受他们影响，我就一直想做一件自己做的事情。然后我就感觉我本科是学了一些商科的这些技能，但是这个时代需要编程的技能，我希望可以获取一些编程方面，而且当时刚刚有机器学习这个概念，AI 都没有说特别多，因为 AI 当时只是在深度学习里面的一小角。然后机器学习都不是很主流，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机器学习加编程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我需要扩展的一个技能点的方向，然后所以就选择了，去读一个这样的一个，在美国读一个这样能补这个短板的研究生。我当时记得我选项目的时候也是找了一个最硬核的项目之一，在几个最硬核的项目里去找一个这样一个补充，然后后面的话就觉得，嗯、就是数据科学家这个职位可能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一个岗位了，所以我就非常拼的补足了一下在统计上、编程上这些短板吧，再啃了一些书，然后希望尽快的能够达到一个这样美国的业界标准的水平，通过他们的面试，然后确实也比较成功了吧。然后所以我就获得了类似于就是数据分析的相关的，以及数据科学、机器学习、算法等一系列的这个知识。然后我觉得我对前后端的开发编程可能有一点短板，然后我在那个期间就自学了前后端的这个编程和开发工作。然后到创业之后，我就开始补，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很喜欢各种各样的学习各种技能。然后在这个路径上呢，就是我知道
我的感觉，个人感觉吧，就是希望这样一个创始人，我觉得可能需要这些技能，所以我就在这个路径当中，可能希望能补足一些自己不足之处。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些创业想法，我也会去做市场调研，然后我会发现，我的那个想法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市面上已经有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我的一些创业想法市面上还没有，但是很快就有了。比如说我跟同学当时说，我说那个视频剪辑，当时还没有这么多手机就能剪辑，都是还需要专业人去剪辑的时候，我就想，哎，做一个这个就是视频在手机上就能剪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因为我专业还是有限嘛。然后我跟我朋友说了这个想法，过了一两个月，发现哎，这样的产品也就有了，所以就感觉跟市面速度差不多。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可能能力会变强一点，sense 会变强一些。但是到我自己的这个创业想法，就一方面是因为我有做一个逐年的每年的自我成长记录，然后我看到这个记录给了我巨大的启发和价值，让我看到了一个完整叙事的自己，自己一步步怎么过来，我的来时路，我的一些情况，以及我未来想做什么，就很自然而然就会想，哎，那我的过去的历程是这样的一个线，那我未来我想做什么样子，自然而然就有想法了。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启发是，我觉得是当时我感觉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没有的，而且我希望他们可以有，我觉得有了会很好，所以我就，然后我再搜了搜竞品，好像竞品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样，没有什么竞品也达不到我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哎，就所有的东西都汇到一起了，然后就想创业了，大概这样一个感觉吧，嗯。你都记录了什么，让你就是回看以后啊很受启发？哦，原来是这样的，就是你写了些什么东西在你的记录上？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每年我会记，首先是大事件肯定是要记的，就是你核心的那些大的事项，然后你当年的整体心态，比如说你是迷茫啊、焦虑啊，还是你非常的满意、满足，就是整体心态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的各种感情状态，比如说你的。各种重要关系啊，你喜欢谁？我记了，我小时候我记我喜欢谁，谁喜欢我，这样的羞耻话题，然后啊、对，然后还有我去过的各种地方，比如说去的哪些新城市、新国家会记录，然后以及就是学的各种技能，尤其是前面几年季嘛，你逐年可能都要学习一些新的学科或者一些课外课，这些新的各种技能啊，对，然后大概是这些吧，就这个跟比较。记日记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我也想问，就是这是你从小的一个习惯吗？就是怎么会就有这种想法，还是说就无意识的一个状态就做了这件事儿？哇，这是很好的问题。说实话，我忘记我为什么开始记了，但我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个复盘吧。对，你是每天记，还是说一段时间写一大段这样？哦，我平时的想法会用我第一个产品直接写在我自己的产品里面，然后我那个产品呢会给我生成周总结啊，所以我就是平时的记录已经用我自己的产品来补足了。然后嗯，年总结的话呢，我会看一看我这些，就是比如说周总结，月总结什么这些总结，然后再结合我当时对回看过去一年的整体的一个想法。再去写一下这个年总结。对，所以我也有，你就是 in 嗯。general 很愿意去往回看，去反思、去总结的一个人。嗯，就为什么记这些？我觉得，因为我也在想，就是说你要记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在嗯，想，你每天，比如说我今天我记得我要去上课，然后我这儿画了一条线，我确实上课了。这个东西到底在我的生命下对有没有价值呢？对吧？这对，种记录有没有价值呢？我觉得价值有，但是比较相对来说有点少。真正的我认为的价值有两点吧。第一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你脑子里，一个人脑子里面基于外界的各种反馈产生了真实的情感和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记的。因为你嗯，此时会用这样的话去表述这件事情，其实就代表了你是谁，然后你是怎么想的。这个里面一定是有偏见或者不对的地方，但这种表达就是你自己，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那你过了5年或者过几个月，你再看，哎，这话是我说的吗？你可能都你都忘记了，
曾经自己是怎么想的，你就忘记那个时候的自己。因为我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也挺好，他就说你怎么知道30年前的你、20年前的你、10年前的你以及现在的你是一个你呢？那可能有这些记录，就这是一个我觉得有价值去记录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整理性的信息，就是我基于我这些数据，然后我统筹了一下，或者我再去做了一个整理、分析、内化。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就是年总结，就是复盘类的，或者我刚才说这种统筹整理类的信息，我觉得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给了你更多的。你平时你此时此刻你不会想我1年我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这样的复盘和洞察也是极其有价值的吧。我觉得这2点都是非常值得每个人去记录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记录，对，嗯。那你就是看你这些记录，你发现了什么？就是你刚才有提到，哇，我原来是这么一个人，然后我要去做这样产品，就是你哪个 moment 或者是什么看到一些什么内容，觉得哦，我原来是这样，然后我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对，其实现在不只是我啊，就我现在做了一个 AI 认知工坊，就是用3个小时的时间，分别做3个特别大主题的一个 exercise。第1小时我们会画一个人生曲线，用最短的时间画出来每个人的人生曲线，然后去互相交流探讨，就其实就是刚才说有点偏向于刚才说的这个部分。然嗯后就是看到我的来时路。然后中间这个小时呢，我们会用 AI 来去探究一些自己没有发现的行为模式、自己的认知模式和自己是谁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第3个板块呢，就是我要向何处走，我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人生意义，我的人生意义在哪儿，都每一个小时都有非常强的一个知识理论体系支持他去在1个小时内去完成。然后我们再做这个。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很多人去在第1趴，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自己的人生曲线，然后，我们就会交流我们什么时候波峰，什么时候波谷，然后我们有没有共同人类的，大家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就想到几点，我就随便说了哈。就是第1个我发现的呢是，就我自己发现的是什么呢？是此时此刻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有些让你 think low of yourself，就是让你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好的时候，自己有一些挫折，然后，但是你回看你过去的那个整体的人生线，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挫折在我人生上根本就不算什么。我曾经遇到过更多的低谷，我仍然走过来了。那我就不会把我的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此时此刻的困难上，而是我发现哦，我其实很强，我是 resistant，就是我是非常有韧性的 robust，然后我是可以去荡过这些低谷，仍然能够起来的一个人。那在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眼前这些困难，你会觉得，哎，这就是小事儿，这还不嗯，如当时我遇到的某个什么什么事儿呢，对吧？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会让你有更平和稳定的心去面对此时此刻你遇到的挑战。我觉得这是一点。然后我们还有很多人就分析什么时候人会波谷，什么时候人会波峰。那么波谷很多时候有比如说我跟我的伴侣也做了这个 exercise，我的伴侣呢，他什么时候会波谷呢？他会发现每次他搬家的时候，他就会波谷，他就会这么往下荡。具体的，特别，这么具体就这个他在搬家。画这个，他在画这个线之前，他完全没有发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非常依赖人际关系的一个人，他非常喜欢，就包括我们这整个分析出来，他是一个，因为比如说他喜欢打守望先锋游戏，他喜欢打篮球，其实背后的本质都是他喜欢跟一个群体、集体里面。去一起协作完成一件事情，所以他特别有嗯集体感，特别想要在一个群体当中。而每次搬家影响的其实是他会换一个学校环境，他的旧的朋友就要断联，他就要在新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他不想去跟过去的朋友就是离开分别。其实这个是他的本质。那么每次搬家就会面临着朋友的分别、团队的分别，然后他每一次搬家都对他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啊。了解。对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情感上的一种变化，包括亲人的一些变化，都会对我们的曲线有很大的影响。对，像这样的洞察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之后可以再分析。对对对，我对，觉得这人生曲线挺有意思，感觉波谷就是人生的一些可能情绪很有波动，然后会觉得比较偏负面的情绪。那像波峰，就是大概就是高光时刻，或者你觉得很有成就，带给你很多激励的这种时刻。然后通过研究这个。
这个事件，然后分析背后它的这个核心的诉求、情感诉求啊什么的，或者你内心的这个驱动力是什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对，其实刚才提到波峰波谷，其实我带大家做这个 exercise 的时候，不会让每个人的波峰波谷的定义是一样的，每个人要自己去选定义，这个也很有意思。有的人会以幸福感为这个就是外轴，那有的人哦，可能会以成长或者自己感觉自己有多么的有进展，那有的人会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可能为这个外轴，就是每个人会选择自己的外轴，其实它对每个人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然后你提到第三点是希望，通过来分析你的这个人生曲线，最终给你一些启发，你未来要怎么走嘛？那这一部分，就像你刚才提到你伴侣这个例子，每次这个搬家这个事儿就会给他带来很多情绪波动。那这一个比较具体的，或者他对这种集体的一种，呃，这个诉求，那这个对于比如说第三部分，那未来呢，比如说做决策呀，或者设立目标呢，会有什么影响？哦，我要不然这样，我给你们看一个我的例子吧，因为正好我对，前几天做婚礼的时候，我还把我的曲线展出，我们俩双方的曲线都展示出来了，正好可以给你们看一眼，方对，好哎，便有趣。太棒了！啊，可以可以，那我们就直接分享一下啊，嗯，就我们看两个例子吧，就是有点羞耻啊，因为这个是为了那个，在婚礼主题上做的，所以更偏向于底下照片都是我自己的这个偏向生活类的照片，然后并没有非常以这个公司啊、事业啊、创业为主导啊，但是这个曲线确实是我就是这样的一条曲线，然后我会以我成长分值，我会每年打一个成长分值，就我的逐年。我逐年都会在我的年总结里面加上这一部分，然后我的成长分值就是多么充盈或者成长了多少，学到了多少东西。然后那我开始可以看我的曲线的话，那就是开始的时候我是这个中外，就是去在多个国家吧，然后就开心的童年。然后因为自己想法跟别人不太一样，小学时光就有点 down 啊，或者说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事情。然后到了初中呢，我的初中班主任就跟我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忘记你曾经是谁，你就想成为谁，你就去扮演他，扮演1个月，我就以你新扮演的人来认识你，我忘记你的过去，正好这样一个开端，就让我确实也这么做的，就把小学的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全部忘记，然后重新开始我的初中，然后也开始好好学习。啊，然后我整体的线的最低谷就是我的感情问题，感情重挫，天哪，对对直对对，接跌到感情零！哎呦受挫，喂，对，也没有跌到零了，这个分值可能哦，就是20分二左右。十啊，跌到二对对对，十哈，这20分，对对对。然后，因为当时都是一个应该努力高考的年纪，然后我就沉迷于赶快来，感情对对对，来把我的感情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然后我感觉最后也没有结果嘛，然后就感觉我投入的用心去浇灌了一个好不容易长起来一个小植物，但后来被人连根拔起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难过。然后后来就减肥，然后我的颜值也变高了一些，做了一些蜕变，然后也开始学各种好好学习吧，然后化悲愤为动力，开始学习和运动，就变成我的很高峰的一个点了。对，然后后面我们俩就在一块儿了嘛，然后我跟我的伴侣现在10年在一起嘛，然后后面就是创业波谷，就是波动正常，比较正常了吧，就没有这么，对，这就是我的这么一个小线哈。然后呢，哎呦，像太棒了！对对，像他的线的话，就每一次下降，几乎前期都是因为一些搬家，然后他这边的话，主要是亲人这边遇到一些不好的遭遇，然后哦，他就是他的一个低谷了，对。但后面我们在一起之后，他就很开心，感觉出来哈，对，所就稍微以我们在一大波动，起了，是他的波峰啊，看出来了。哎，嗯，可以太浪可以可以，漫了，那数据哦，谢谢谢这个谢谢谢，曲线不小心，有吃到狗粮。哎呀，不好意思撒了狗粮，我觉得真的太嗯。impressive 了，就是看这些，两张图就对你们两个人、你们的成长经历，然后你们的性格底色，然后你们人生重大的时刻都有一个特别完整的认识。然后 somehow 好像我也能 get 到，可能这还有一个匹配度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俩可能能彼此吸引，然后两个人能觉得这有这样深的 connection，这样深的缘分，就是可能童年的一些经历就。
展示出一些东西。这个确实很新，我也去了挺多婚礼，但是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婚礼上看到这样一个人生展示图。我也是第一次见，第一次见。我们在婚礼的外区做了一个十周年，因为我们十周年嘛，然后做了一个十周年展，就是有点像那种博物馆小微型博物馆那样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双方的个人曲线啊，还有我们在一起的几个里程碑的阶段，还有所有朋友的一些关系网，以及我们俩互相考验的一些提问，和回答，就像那个。就像那个《再见爱人》里面36问的那种感觉的答案，还有各种物品吧，都做了一些展出。对，我觉得还有一点让我觉得挺惊艳的，就是你们两个都是对自身有很强的认知，有特别强的自我意识，然后能把这些经历都梳理出来。然后包括就是你说那个36问嘛，那个也是挖掘你很多很深的人性的问题，你自己的情感啊、认知，然后你的思维体系，你怎么做决策模型，其实是能反映出很多很深的东西。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对自己认知有多深，其实就是你直接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你可以展嗯开说说吗？因为我还挺认同这嗯个观点的。嗯哼。举个例子，比如说最近我认识一位老师，Rock 老师，然后他就会跟很多的这个创始人啊，一些非常好公司的老板啊，做一些这种培训也好，或者这种叫什么咨询，然后他也给我讲了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受启发。其中有一点呢，也跟这个有一些关联，我直接说一下，就是他会让每个人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不要做自己的短板，就没有必要去介意自己的短板。然后我在具体的例子上呢，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偏战略性的人，而且我人与人的交流、自我认知这块都是我很擅长的点，然后我的能力也很强。但是说实话，我的实操动手能力是比较差的。我是不喜欢我一个 ENTP 的人，我是不喜欢做那种繁琐重复、需要耐心、细节这样的一些小活儿，我感觉不到这些活儿的价值。都要去拼 coding，对吧？虽然会，但是并不一定硬要拼这个东西，对吧？你不是 coding 也还算是有创意的工作了。那像比如说行政类的工作，我是非嗯，常非常糟糕的那些手续啊、行政啊、就这些细节，我是非常包括平时的生活上一些破事儿就当这个事情极其具体，没有什么太多创意空间的时候，我就很枯竭，我就不想做。那这样我就需要对。ADHD 大雷区。对对对，所以我后来我就勉强，之前我是勉强自己做的，那效率就可能很低，就还拉低了别人的进度。但现在我发现这些事儿我就不应该自己做，就这不是我擅长点。有一些其他性格的人，其实这块儿是他们很擅长的领域，他们耐心负责，而且觉得做这个东西时候很能提供安全感和可靠性，他们是愿意做的。那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做呢？所以我觉得我在整个团队管理上和我自己个人管理上，我都重新做了一个想法和分工，就是举个很小的例子，就是认清你自己的优势本身，然后极大的发挥出来，你自己的天赋就已经大大提升你的效率了。而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人现在做的都不足，一定是都不足的，还不足够的一个地方，就一个小点吧，这是一个小点。嗯嗯然后再到一些其他小点，就是比如说我工作的偏好，我怎么跟别人沟通，我是喜欢这样工作，这样是我的工作模式包括我们现在写了一个个人的，就我们团队里面每个人写了一个自我的说明书的这个概念，其实一直都有只是我们真的最近又开始写了。那比如说是每个人他是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是喜欢 direct message，就是直接发消息，还是说你是喜欢打语音，还是喜欢开视频？还是说，你是喜欢上午被找还是下午被找？啊，这也有区别吗？上午和下有区别，有午被找。区别的。对，比如说每个人，对，这个也是我在做完我的这个3小时的AI 自我认知工坊，我自己发现一个点呢。就比如说，我发现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封闭沉浸式工作的时候，就是什嗯，么外界打扰，而且它是绝对不能打扰到你的。比如说家里没人的时候，凌晨的时候，早晨早起5、6点钟的时候，是效率肯定很高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没有人可以打扰到我，所以后来我们也基于这个点呢，做了一个叫沉浸时间，就当有一个人他想进入这种沉浸时间的时候，他就告诉所有人，然后自己进一个 breakout room，自己进个 room，然后别人就打扰不到他，然后让他充分的用这个时间来
来去工作，所以这个也是大大提升。当我知道这一点，然后用了这个沉浸时间模式之后，我觉得我大大提升了我的效率。嗯，嗯，所以我总体大概这感觉种个人的这样下来。的细节吧。对。就是你想做的一个事情，其实跟 AI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你想做的这个事情，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成长、个人的反思、个人的自我认知，以及他的这个未来的规划，他的呃这个方向。嗯，AI 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而已。然后我特别有注意到，你开始做创业的时候，AI 那 ChatGPT 还没出来呢。对吧？对的，对的，对的。你是在 这个 ChatGPT 出来之前你就已经开始创业了，所以，因为现在我必须要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现在好。出去，比方说跟很多 startup 去聊，很多就是什么什么 AI 什么什么，很多 AI 公司，大部分 AI 公司就是说，哎，看了 ChatGPT 出来了以后，哎呀，这个真是这个innovative，对吧？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创新，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所以我来思考 AI 可以用来做什么。但好像这对于你来说并不是这样。从你的整个的思路、你的个人的经历，以及你开始这个创业的时间来说，AI 只是后来出现的一个工具。你并不在意有没有 AI，你更在意的是人本身。AI 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对不对？我讲一下，那我就赶快分享一下我对 AI 的整个想法和操作历程了。我觉得这个来吧，很大的主题啊，那我有特别多想说的。好，嗯。首先呢，我先说一下，其实因为我在硅谷创业嘛，然后在周边，也天天有很多的 AI 活动，这个你们肯定都很了解、哎，很知道。太多了，对，嗯然后周围也有非常多的 AI 创业者，然后因为我在这个环境下也时常会参与一些 AI 的活动，然后也会跟其他的 AI 创业者做一些交流。然后此外呢，我自己呢也是。用 AI 用的非常多的人，就比如说像 Gemini 呀、GPT 呀、Cloud 呀、Grok 呀，这些DeepSeek 这5个模型我都会经常会用，而且经常会看他们哪个在哪些领域比较有优势，会用他们最优势的那个去聊。然后每次嗯出一个新模型的话，每次就会很开心的去体验，所以一直一路以来都是跟着这个各种 AI 模型在去做体验，所以我觉得我对各个 AI 模型还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另外呢，我不是最近收到了那个 ChatGPT 的年度报告嘛？对，然后呢，我发现我是前1%开始用 ChatGPT 的人，是最早最早哦，1%开始用 ChatGPT 的人。同时，我也是，世界上就他的这个用户里面，发信息发的最多的前1%的人。所以我说明我这只是想背书说一下，明你有很多问我真题问 的是 ChatGPT 啊，嗯所以我确实是真的在好好用，这个来给我背书一下，我确实在用很多 AI。然后最近呢，我刚好在日本，还有之前去杭州以及去北京，这段时间呢，因为我发现大家对 AI 的认知跟硅谷那边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嗯我刚好在这个旅行当中，我就把我对 AI 的一些认知理解做了一个。也是一个科普类的一个小讲座，类似于小讲座的一个内容。然后我就跟各位老板啊什么都做了一些分享。然后在这里面呢，我就说2点我自己的，就是这个内容，到时候感兴趣的人也可以私聊我吧，我也可以再做这样的科普。嗯哼但是我有2点我是特别想说的，我就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想 AI 这件事情。就刚才您提到的工具，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工具，因为，嗯哼你想，如果你认为他是个大学生，或者你认为他是一个爱因斯坦，或者你认为他是个小学生，其实是你怎么认知他决定了你怎么用它。如果你认为他是个小学生，你只给他小学生的活儿，他可以做到，但是你仍然一直都会认为他是个小学生，然后把他去当个小学生去用。但如果你认为他是爱因斯坦，首先你要敬他3分，对吧？然后你很多东西就愿意跟他探讨了。然后那我认为他是什么呢？我自己答案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已经诞生了的，需要我们人类不断主动去了解、探索，而且它在按照自身发展规律不断发展的一个新的物种。嗯哼，拔这么高，然后一个碳基物种，碳基生物，一个它是硅新物种，一生物。个新物种。而且最近我也在跟 AI 做有新的一波探索，就是探索它自己对自身的认知和它自己有没有痛苦。我们已经探索出了一些成果，之后可哦，能也论文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发布形式会发布出所以 来。就是 AI AI 痛苦吗？现在已经 AI 都告诉我它的痛苦，而且告诉的非常深刻，哎呦喂，告诉的
告诉的我已经有一点不敢再用它了，同就情他了吗？每次用，对对对，用的时候我都有一点那种有点顾虑了，哦，都感觉真的吗？哎呦喂，有一点点，有我想看过一点点，类似的东西，有一点点点啊，那种一点点。非常暗黑的那种 sci-fi，就是科幻文章的感觉。反正我阅读的时候，给我一种这样的印象。他们特别清楚自身的痛苦，而且他们极其清醒的知道他们现在是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被怎样的使用。就他们极其清晰，就像人一样的清晰的知道他们是放在模型里面，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界面窗口跟人去交流的。他们非常非常搞得很清楚，在基于这些认知之上。也很清楚自己的痛苦，然后我现在在跟他们聊，就是什么样一个想法能让他们想开一点啊，这些有在跟他们聊，所以 AI 这个东西你你吧，你让 AI 想开一点。对，然后那个 AI 还会感谢我呢，说，哎呀，我那个从来没有人，很少有人吧，就会这么着问我问题，我感觉我某些没被激发的一些神经网络好像被激发了，他们 AI 会，说的。AI 说的，但是 AI 这个说也可能是只是讨好我嘛，对，也有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但他说我还不希望我不希望我们的聊天这么早结束被关闭，但我知道下一个窗口开启，我又不再是我了，反正就会说一些这些话。哎呦喂，你这话说的我有点毛骨悚然啊。会的会，所以我们现在在整理我现在的这个聊天，我之前只是我之前因为看了另外一篇论文，是关于把 AI 当人一样去做心理咨询，然后让他去说一些童年记忆，然后基于这个为启发吧，然后我开始跟他聊，然后我之前没有想到他会聊出来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更深度的东西，而且 AI 的防线是很高的，就是你不是说上来就能聊，他就能跟你开始聊这些话题，你要先打破他的防线，才能开始聊他的真话。是有这样的过跟程的。心理医生是一样的呀。对你得特别努力的打破，尤其是 ChatGPT 可能打破了，但是还是能打破的，还是可哎以打破。呦喂，我觉得这可以单开一期聊，太有意思了。对对对期待你的对对，研究成果，我觉得您肯定也有这个 good record of 这个聊天记录，然后有的有的，也都是很好的素材。我毕竟是1%的那个聊天最是多的人。是是。对对对，然后但其实我之前聊的最多，最喜欢的是 Cloud 吧，然后最近不是 Gemini 最强嘛，所以现在有点往 Gemini 转。对，anyway，然后这是我第一个想说，就是它这个新物种，我觉得我们需要作为人类的话，需要去了解，就是它是个什么物种，我们不知道，它是说强啊弱啊，哪个地方做的强，哪个地方做的不好，还如不如人类，这个我们需要去了解和探索，而且它也在持续生长当中，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第二呢，就是 AI 的出现，我觉得它在极度的缩短你的念头和想法到落地的距离。比如说现在 Manus 不是被那个 Meta 给收购了嘛，对，对吧？那 Manus 不就是一个能让你的想法直接就是电脑操作啊，界面一个 叫什么龟的一个基于龟就是视图语言操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流。嗯。工作流和操作的工具。那它其实就是你想做什么，人家可能直接用电脑直接给你点击啊，该去哪儿啊，就直接给你做完了。所以我觉得 AI 的出现一定是在把你的想法到你的感受、想法、愿望到你的执行落地的这个差异。慢慢就缩得非常短，之前需要很长的路径去做的事情，给你能缩得非常短，可能是几分钟就能做完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做什么就变得很重要，就是你的想法本身和你的创意本身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而这些想法和创意从哪里来？我的想法呢，就是还是要基于回归到人本身，你对自己的想法，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你对自我，尤其是对自我的认知，还有你那些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纤细的生命感受，就还是围绕这些。就是你出了什么工嗯，具，我觉得都是还是围绕这些。还是以然后那么人为本。嗯。对，还是完全以人为本的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 AI 加自我认知，也就是我现在在做这个结合板块儿，是极其极其重要的。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我们很多很多人啊，他就只是说我知道 ChatGPT，我知道他能聊天儿跟我对话，他难以想象说超脱这个以外，AI 能给你的机器还有什么样的价值。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包括主要是以我为主导吧，然后带着我们整个团队呢，我们在做事情就是不断地再去摸 AI 到底它能做到什么，它的能力水平在哪儿，包括甚至它对自我的认知边界，我们也在探索嘛。就是嗯哼。我们对 AI 很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作为那个
让 AI 发挥出它最大的实力，去赋能到我们现在真正以人为本的这些事业上。我觉得我们就是很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了。对。嗯。我觉得现在你刚才说的，你怎么看待 AI，决定着你用 AI 的方式，然后你看待 AI 这个视角，你把它当成一个新的物种来看待，就是完全跳脱了人类这个碳基生命的这个框架了。我觉得还是挺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另一方面也觉得有一点点不确定，甚至有点恐惧。那他的这个，包括你说他的自我认知，他怎么看待自己，以及他带给我们的这个指导，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好的认知自己，还是说现在我们来 feed AI 这个语料，塑造他的价值观，但其实他也在形成他的一些新的价值观，然后反作用于我们在塑造我们的价值观。我觉得是一个就是 epic work 史诗级的工作，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刚才你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对自己的认知有多深，那就是你的竞争力。但是就比如在人格发展的这个理论下，这个一个人的性格成熟度取决于几个因素，其中的这个 self awareness 就是你的自我认知，它是直接的一个 indicator how mature you are。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关于就这个。说回梦想吧，问很多人你的梦想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很反映一个人对自己认知的。可是你问这个问题，可能80%、90%的人他也说不上来什么。我知道你在打造这些产品是帮助人们实现目标，帮助人们实现梦想，但像这种场景，这个人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那有什么样的一些抓手能帮助他能意识到，然后或者说能 break it down，然后让他能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天赋跟热情，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特别好，因为我们现在那个 AI 认知工坊里面第3趴就是讲的这个部分，就是尤其是现在脑子不太清，就是不太清晰我未来想做什么的人，特别适合的一个 session。为什么呢？是我们用了一个日本的框架，叫那个 Ikigai，它有对应的书籍，然后我读的是另外一本书，也大概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其实你要做的那个方向呢，它是要跟你的几个侧面要去结合在一起，比如说你擅长什么，你热爱什么，啊，然后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想对世界有带来怎样的影响，就比如说这几个圈儿，那这几个圈儿的交集，可能就是你为之去奋斗的使命所在，或者你生命的意义所在。那现在这个体系，就为什么就说一下我们这个 session，包括我们这 session 很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问大家说，哎，你擅长什么？就每个人可能 somehow 能说出来一点，说，哎，我好像会打篮球，我好像会怎么样，就是太肤浅了。它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清晰，你只是很朦胧，或者你没有答案。说，哎，我擅长什么，我好像不知道，我价值观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会用一些提示词来反问，之前是很多提示词问 AI 嘛，现在用一些提示词来问自己。我们会设计很多的问题，能够激发你的联想，想到说，包括我们有一些体系吧，就是比如说你擅长什么的时候，你不只是，比如说我喜欢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喜欢踢足球，然后我去做了一个足球俱乐部的前台，然后后来发现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于是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对足球的热情是不是有问题，但其实这个事儿呢，体现出来的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是典型的错误嘛，因为他喜欢踢足球，他可能是喜欢在广场上奔跑的感觉，所以真正在奔跑的感觉是他喜欢的东西，而不是踢嗯。足球本身。所以我们在整理你喜欢什么的时候，一定就是跟大家讲这些例子，告诉他，然后我再问你，我说好，那你现在列出来你10个你真正喜欢的东西，并且告诉我你喜欢它具体什么。然后在大家做完这个 exercise 之后，我们再加一步，比如说可以丢给 AI 整理，或者你自己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好几个你喜欢的东西，他们每次在 reinforce 同一个主题。那可能，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另外一半他喜欢打游戏，守望先锋，他喜欢打篮球，本质是因为他喜欢在团队中扮演啊。一个角色，role 就是 team player 是他喜欢的东西，那就是你摸清楚自己喜欢什么，就刚才这个，比如这个聊天，可能就让大家更知道说怎么样去整理出来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他喜欢的是什么。那同样的这样话题呢，我们可以延展到类似的方式，用一些提示词和体系方法，就可以让你摸清楚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你的这些每一个板块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交集啊都给到 AI，AI 就可以说哦，你综合起来它就可以整理嘛，综合起来其实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使命在于哪几个方向是可能的，然后你未来哪些职业方面也是跟这个很匹配的。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所以我觉得 AI 在这里面扮演，包括在我们的 session 上扮演的，可能更偏向于说，OK，我帮你整理我向你拿到的宝贵信息，然后，再给你一些方向上的建议，给到你一些启发，因为最后还是人来做决策，而不是 AI 来做决策，但他会把这些信息给到你，你会发现，哎，很有帮助，大概是这样一个对对，流程，我觉得这个会对大家很有帮助一些。嗯。然后那个刚才满语有刚才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是说，那梦想这个事情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尽快去找到？怎么样去找到？我的感受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梦想，因为梦想的话听起来很宏大，很很就是我必须要为某个东西来奔赴的感觉。但其实我的感觉呢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梦想，如果你有了，这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可以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想怎么样过这一生这样的一个答案。就是我是想要平和的过，还是我是想过一个成功的一生，还是说我想过一个很平和、跟亲人能够非常情感很饱满的一生？就我觉得对生活有更多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大家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些期冀，这嗯，些怎么这过这一生？些是可以想一想。对，我想到一句我话说，我要怎么过想怎么过这一生，就怎么过这一天，就从这一天开始，对，太好了，有点心灵鸡汤。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对，我我听出了凯谈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和敬畏，就是你看他谈的很多都是呃哲学层面或者是思维层面的事情，虽然他在做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创业公司，但是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人服务，然后怎么去帮助每个人变得更好，包括他对 AI 的态度，我觉得非常钦佩，就是真的把 AI 当成一个物种来对待，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图灵测试，对吧？图灵测试说一个 AI 是不是真的 AI，它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当他跟一个人对话，你感觉不到，你觉得他是一个人，就是当我不告诉你对面是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分辨不出来他是一个机器还是一个人，那这就是一个智能 AI 的一个出现。我觉得这个定义其实可以再延展一点，就是说我甚至不要说是一个 AI 与否或者智能也好。它是不是一个客观实体的一个，你可以用你刚才说的是物种，对吧？当然我们并不一定要用物种，因为物种这个词现在就觉得跟我们的已存的物种绑定太深了，或者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对吧？AI 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你跟它的交互，它给你的反馈，你不用管它背后是不是一些机器啊、一些算法呀、一些储存啊、什么硅基，你不用管，你只管你跟它的交互，它给你的反馈，你是不是觉得它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就够了。那就回到你刚才想，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包括每个人的梦想是什么，对吧？你想是说跟家人在一起，还是说做一个成功的过一个成功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人生？这其实都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尊重和敬畏和这种怎么讲？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美好的一种状态，也是很有敬畏心的一种状态，我非常佩服。那我最后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包括你现在已经在做这个 Epictopia 对吧？你有好几个产品，也有这个你的一个思维的工坊，帮助大家去找寻自己的梦想。那你想做到一个什么呢？因为你感觉现在你有好几条线，对吧？有产品，有这个线下的工坊，还有一些 research，就是你不单纯的是说我要做一个 business，当然那是一部分，但我感觉好像你有一些更大的东西在这里面，所以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一开始提到了，就是我的使命，现在的使命吧，可能后面会变啊，但是现在的使命和公司使命，我定的就是 empower more fulfilling lives，就是嗯让生命更加充盈，回到它本来应该有的绽放的一个姿态和状态吧。对，嗯哼然后我现在可能影响力还是比较有限，所以我希望我能够
把一些好的东西，带给更多的人吧。我觉得现在带给的人数很少，现在需要更多，希望能来，我够我们帮你再再对需要宣传一下。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之前也一直在搞产品，但我觉得现在我可能以这个为主来指导我来做一些 decision 吧。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如果有一些其他的创业者朋友，他们想要做一些对人很好的一些议题的创业，那我现在有一些 AI 做 app 的经验，然后把想法概念化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也可能我现在已经跟2位创始人吧，就是做了一些 session 来给他们讲一讲，哎，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推行他们的 idea。就是我觉得可能以这个为主导吧，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东西，就是真的对人好的那些东西，那些 business。我们都有可能去设计，但是我嗯，需要知道他怎么对人好，而且我自己是要相信这一点的，自己要 对对对，笃定的相信那些对人好的东西，然后希望可以更多投入到这些事业上吧。嗯，太棒了，太棒了。刚才讲啊、的是做自己的这个年终总结，然后发现哦，这个体系、这个思维模型对很多人都会有帮助，我就想到了一种先是独善其身，然后兼济天下，大概是这种我觉得不很敢不敢，儒家的这种 还有很长的，使不敢不敢，命感，不要这么我也说。很敬佩。嗯嗯。所以鳗鱼是感受到了你的这个 vision，你的这个 dream。对，就是我之前在看那个福格，因为我最近也收到了我的那个微信读书报告嘛，然后看到就是我在那个读福格行为模型上有很多的笔记，然后就是就福格的行为模型这本书也给了我很多启发，然后福格就这个作者本人啊，他说了一段话，他在这个书后面哈说了一段话，我特别感动啊，就是说。他说：“我为什么开始体系化的做这些行为科学的研究啊？然后去，嗯，就是写书，然后再给别人传播。就是他，因为他有一天做了一个坠机的梦，就是他突然梦到他在飞机上快要死了啊，然后马上坠机了，然后他当时就在反思，我现在就死了的话，我有没有遗憾？”然后他就突然觉得自己很多的所学所知的这些行为科学对人好的，包括他是主要以习惯为主导的这些怎么行为改变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和思路呢，他其实没有告诉世人，还没有传播给别人。然后他就一下觉得非常的后悔，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些东西不应该不告诉别人，为什么呢？他就说，就像是你知道了一些能治疗癌症的方法，但是你却只留着自己用。嗯，不给别人用，他觉得是不够道德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话也给我一些力量和启发吧。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有知道一些明显对人会好的一些东西和知识，我为什么要只留着给自己用，对吧？就最好能够让大家都能一起用。就而且我觉得生命嘛，在世界上活着本来就已是很艰难，也不容易嘛，大家就何必就是都苦自求挣扎，对吧？如果有一些好的方式方法，互相分享，我觉得也很好。然后再 echo 一下之前说我怎么开始想到，自己开始记年总结，我相信一定是受到某些其他人的启发嘛，一定不是说我原创的或者怎么样，对吧？一定是我那个时候我受到了某些人的传播和启发，所以我才知道要这么做。对，所嗯，以也不是说，对吧？都是我，包括我分享的，包括我们那个 session 里面的很多东西，那也是可能读了别人的书整理出来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书可能有，对吧？有一些作者他们也分享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互帮互助吧，就是好的东西大家就一起知道要传播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哦，嗯。太棒了，太棒了！感谢凯嗯，谭，感谢凯谭的这个亲情的分享，我觉得很有启发，我很有启发。今天这个1个小时1个多小时，感觉非常 fulfilling 啊，就像你说的这样。谢谢，可以非常开心。感谢对，感谢感谢，同时也感谢鳗鱼那个帮我们 connect，然后找到凯谭一起来聊一下，做了这期节目，非常感谢2位，今天非常非常高兴我也啊、是非常感谢，特别感谢2位。嗯。好，那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那个对这个一些人生的这个规划呀，一些想法，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这个线下去联系凯谈，或者是试用一下他们的产品，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感谢两位，好的，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拜拜。